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之行，我是苏美娟。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很多在美国的华人朋友特别关心的话题，退休后回国养老，如何能继续稳定领取美国的社会安全金？辛苦了几十年，终于能拿着每个月按时到账的退休金，回到中国，享受家庭团聚的时光。这正是很多人心中规划的美好晚年。尤其是将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同样一笔钱，在国内的生活品质可能会明显提升，感觉更宽裕，能做更多喜欢的事。但是，朋友们，这个听起来很美好的计划，里面其实需要注意好几个关键环节。如果你不清楚，或者不小心忽略了，可能会在你高高兴兴回到国内后，突然发现银行卡里那笔每个月固定的退休金，这个月没到账，一查，账户可能出现异常。打电话去问，越洋电话沟通不便，甚至可能收到相关机构的信函，需要你说明情况。这不是我夸大其词，这是真实发生在不少咱们华人长辈身上的事。所以，今天苏美娟就是要当大家的提醒助手。不管你是已经入籍的美国公民，还是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只要你计划长期离开美国，回到中国居住，同时又想继续安心领取你的社会安全金，那么接下来我要仔细跟你说的这3件事，一定要仔细听。咱们先来解决大家心里最大的一个疑问，人不在美国了，我领这个钱合不合规？答案是合规，但是有条件。美国社会安全局的官方规定里，并没有明文说你必须人住在美国境内才能领退休金，但是政府对于你住在哪里，你是什么身份，以及他们能否及时联系上你，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很多朋友会想当然，觉得我银行账户开着，钱自然就会每个月进来，这么想可能会有风险。相关机构非常重视福利发放的准确性，比如防止发给了已经去世的人，或者发给了实际上已经不符合领取资格的人。所以，当他们的系统通过各种方式察觉到你可能长期不在美国，或者突然联系不上你了，他们可能会为了审慎起见，先暂停发放，等待你主动联系说明。这一停可能会带来不便，短则几个月，长则更久。这期间的现金流中断，对于依靠这笔退休金生活的长者来说，影响可能不小。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就得在回国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提前做好。这第一件必须办妥的事，听起来特别简单，但操作起来全是细节，那就是安排好你的收款方式。核心就2点，第一，使用直接存款。第二，解决好远程管理美国银行账户的验证问题。我知道很多老一辈的华人朋友还是更习惯收到纸质支票，觉得拿在手里，去银行存进去，心里才踏实。但在这里，我必须非常认真地跟大家说，如果你打算回国长期居住，请一定要在离开美国前，把社安金的接收方式从支票改成直接存入，也就是 Direct Deposit， 让钱自动转进你的美国银行账户。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因为把支票寄到中国的风险实在比较高，国际邮件的延误或丢失，谁也说不准。你想想看，你在国内等着这笔钱支付日常开销，结果那个月的支票在邮路上延误了很久还没收到，或者钱脆就寄丢了，你该多注意。就算你收到了支票，现在国内大部分银行对境外支票的兑现业务审核都比较严格，手续费不低，而且光是把支票寄回去托收，等待款项到账的这个过程，可能就要耗费1个月甚至更久，这里面的时间成本和焦虑完全不值得，所以直接存入是更稳妥的选择。但是朋友们，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细节，是很多分享不会特意告诉你的，那就是你回国之后怎么去管理这个接收社安金的美国银行账户。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有网上银行啊，在手机上就能操作。对，网银确实方便，但现在的网银安全级别也非常高。当你人在中国，用中国的网络 IP 地址去登录你的美国银行账户时，银行的风控系统有可能将此判定为异常登录行为。为了保护你的账户资金安全，系统很可能暂时限制你的登录权限。这时候你需要联系银行的客服部门来解决，打越洋电话费用可能不便宜，还有时差问题、语言沟通问题，以及最关键的身份验证问题。很多时候，银行为了确认是你本人，会发送一个短信验证码到你当初在银行预留的美国手机号码上。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了，你回国以后，原来那个美国的手机号码你还保留着吗？如果这个号码你停用了，注销了，那么你就收不到验证码，收不到验证码，你的网银就可能登录不上去，你就没法查看账户，没法操作，甚至如果账户长时间没有任何活动，还可能被银行列为休眠账户，带来新的麻烦。
所以在离境前，针对银行账户，你必须做好2步操作。第一步，亲自去一趟你的银行，或者打电话给客服，正式告知他们你将有海外旅居的计划，让他们在你的账户资料里做一个备注，这样可以降低未来因为海外登录而触发账户锁定的概率。第二步，就是妥善解决手机号码的问题。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注销你的美国手机号码，你可以把它转成那种最低月费的保号套餐。或者你也可以研究一下，将这个手机号码转移到一些提供虚拟号码服务的网络电话平台上，确保你在中国，只要连上网络，依然能够接收到银行、社安局等机构发来的重要短信和验证码。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就像是保管你退休金账户的重要工具。好，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件必须办好的事儿，这件事直接关系到社安局会不会暂停你的福利发放。那就是主动填写并提交你的离境声明，也就是 SSA-21 表格，并且一定要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所对应的领取限制。不少人觉得我悄悄地走，不告诉社安局，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朋友，不要低估现在的信息联通，虽然社安局和美国海关边防的系统不一定实时联网，但如果你长时间在海外使用信用卡消费，或者你的护照出入境信息有更新，再或者你错过了社安局寄来的某封重要信件的回复，社安局是可能推断出你人已经不在美国境内了。一旦被他们发现你人在海外却没有申报，那就不仅仅是暂停发放福利那么简单了，可能还会被要求说明情况，甚至退还款项。所以在这件事上，主动沟通是最好的策略。在你离境之前，你需要主动通知社安局你新的居住地址，哪怕这个地址在中国。美国社安局有能力把款项汇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你需要填写那份表格，编号是 SSA-21， 全称是 Supplement to Claim a Person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这份表格的核心作用就是正式告知我要出国居住了，但是我符合继续领取社安金的资格，请按照规定继续把我的钱发给我，或者存进我指定的银行账户。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就是你的身份。如果你已经成功入籍成为美国公民，那么你在这方面的自由度比较大。基本上，无论你在中国住多久，只要你不是住在特定国家，你领取社安金的资格都不会受到影响。但如果你是绿卡持有者，也就是永久居民，情况就复杂一些。对于绿卡持有者，社安局有一个规定，如果你在美国境外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社安金的发放通常就会停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很多拿了绿卡的华人长辈每半年飞回美国一次。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保住绿卡身份本身，往往也是为了保住每个月的这笔社安金收入。不过，事情总有例外，美国和世界上一些国家签有社会保障协定，或者如果你满足了特定的工作年限要求，你作为绿卡持有者长期住在海外，也可以继续领钱。这个关键的工作年限要求，就是大家常说的积满40个积分。简单来说，你在美国工作并缴纳社会安全税满10年，那么即使你是绿卡身份，长期住在国外，也照样可以领取社安金。所以，这第二件事的核心在于你的自我审查。在离境前，拿出你过往的工资单记录，或者直接登录社安局的官方网站，查清楚你的工作积分到底够不够40个。如果你是绿卡，且积分不够40个，那你回国常住就要非常注意，很可能面临6个月后社安金停发的情况。如果你是绿卡，但积分已满40个，或者你已经是公民，那么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去填写并提交那份 SSA-21 表格，把你的联系地址更新成你在中国的常住地址，或者你某个在美国的可靠亲戚的地址。目的只有一个，确保你能收到社安局寄来的任何重要信件。为什么收信这么重要呢？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今天最关键，也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第3件大事。在说这件事之前，我想请大家现在就点击一下订阅按钮，关注健康之行。因为社安金、海外领取这些政策，每年都可能会有细微的调整。这类关乎咱们切身利益的信息，错过一条，弄错一点，可能就会带来不便。订阅我的频道，我会为大家追踪和解读最新的政策资讯。好，这第3件必须办好的事，叫做做好接收生存证明的万全准备。这可以说是所有居住在海外领取美国退休金人士需要定期处理的事项，也是很多不便的来源。
美国社安局为了确保福利发放准确，会不定期地向居住在海外的受益人邮寄一份表格，表格的代号是 Form 7162。这份表格的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问你几个问题：你还健在吗？你的婚姻状况有变化吗？你有没有在做一些有收入的工作？你的居住地址变了吗？虽然问题简单，但这张纸却很重要，因为它依赖于传统的邮政系统。大家不妨想象一下这个场景。社安局从美国某个办公室用平信的方式寄出一封关于生存证明的信件，地址是你留在系统里的中国住址。这封信要漂洋过海，经过无数个分拣环节，最后指望着中国的邮递员能准确地把它投递到你家的信箱里。这中间的丢件、误投是可能发生的。很多在国内的长者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或者因为搬家了，小区信箱管理混乱，邮递员投递错误等原因，压根就没收到这封信。而社安局的逻辑是，我按照你提供的地址把信寄出去了，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把填好的表格寄回给我，那我就可能默认为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然后系统就可能暂停你的社安金发放。等你哪一天突然发现前好几个月没到账了，再慌慌张张去联系社安局，往往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年。想要恢复发放，你需要重新填表，说明情况，甚至可能需要你去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办理相关证明。这个流程可能比较繁琐，耗时可能较长。这段时间没有收入，对于依靠这笔钱生活的长者来说，心理上的担忧和实际生活的压力都是存在的。所以离境前这第三件事，就是要提前安排好如何确保你能够收到并及时回复这份生存证明。你有几个策略可以选择。第一，如果你在美国还有像子女或其他非常可靠的亲戚朋友，你可以考虑把社安局的通信地址留成这位亲戚的美国地址，让他们帮你收信，收到后立刻拍照或扫描发给你，你填好签好字，再寄回美国，让他们帮你投递到邮局，这是最稳妥的方法，因为美国国内的信件丢失率极低。第二，如果你在美国没有亲人，必须留中国的地址，那么请务必确保你留给社安局的这个地址英文翻译是准确无误的，最好能在地址旁附上一个能联系到你的中国手机号码。同时你要养成一个习惯，每年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你的生日那个月，或者每年年初，主动去想一下这件事。如果你发现已经有1年多没有收到任何来自社安局的表格了，千万不要觉得没事，反而要留意。你应该主动想办法联系社安局，询问他们今年是否已经给你寄出了生存证明表格，以免因为邮寄丢失而导致福利被暂停。现在社安局也开始慢慢推行一些在线服务，但在全面普及之前，纸质表格的邮寄核查依然是主要方式。除了以上3件核心大事，其实还有一个关于开支的重要提醒，我也想送给大家。这也是很多离开美国的华人朋友容易忽略的一点，那就是关于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红蓝卡的问题。很多在美国退休的华人朋友都办理了红蓝卡。大家要知道，红蓝卡里的 B 部分主要是负责看门诊、看医生这方面的，每个月是需要从你的社安金里自动扣除保费的，现在每个月大概要170多美元，这可不是一笔小钱，一年下来就是2000多美元。但是关键点在于，美国的红蓝卡一旦你离开美国国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不能报销你在中国发生的医疗费用。也就是说，如果你决定长期在中国定居，1年甚至好几年都不回美国一次，那么你每个月交的这170多美元 B 部分保费，基本上就是在支付一项你在中国无法使用的服务。所以在离境前，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慎重考虑是否申请暂停你的红蓝卡 B 部分。如果暂停了，你的社安金每个月就能实打实地多收到170多美元。这笔钱在国内可以用来购买一份合适的商业医疗保险，或者就作为你专门的医疗储备金。当然，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如果你将来改变主意，又想搬回美国期居住，那时候你想重新加入 B 部分，可能会面临额外费用。具体规则是，每晚加入1年，你的 B 部分保费就会永久性的上涨 10%。所以，这个操作特别适合那些已经下定决心要在国内长期居住，很少回美国，或者觉得自己在国内看病更方便、更经济的朋友。这需要你自己好好权衡长期的经济和健康需求。但我必须把这个选项告诉你，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根本不知道这笔钱是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不交的。
说到钱，咱们最后再简单聊几句税务的问题，这需要所有海外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注意。很多人误以为我人都离开美国了，美国的税就跟我没关系了，这个想法需要纠正。美国实行的是全球止税原则，只要你还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那么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取得的收入，理论上都需要向美国国税局进行申报，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你领取的社安金。不过别紧张，社安金本身是否需要缴税，取决于你的综合收入水平。如果你在中国没有其他收入，或者只有很少的其他收入，那么光是社安金这一部分，很多时候是免税的，或者只需要缴纳很低的税。但是，如果你在国内还有其他收入，比如房子出租的租金收入、原来单位的退休工资、各种投资理财的收益等等，这些收入加总起来，可能会导致你的部分社安金需要被课税。而且中美之间是有税收协定的，具体怎么操作才能合理合法的处理税务，强烈建议大家在离境前咨询一下精通中美税务的专业人士，不要抱有侥幸心理。现在全球金融信息交换越来越透明，一旦被发现有意不报，可能会带来罚款和利息。节目最后，我想跟各位朋友，尤其是规划退休的朋友，说几句心里话。咱们今天花这么长时间讲这些听起来有点繁琐、有点复杂的准备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不仅仅是为了每个月账户里按时到账的那笔钱，更是为了咱们在异国他乡辛苦一辈子后，选择回到故土养老时，那份来之不易的安心和从容。退休回国，听起来充满了乡情和温馨，但实际生活中，文化的再次适应，生活习惯的重新调整，甚至和子女孙辈相处模式的磨合，都可能带来新的挑战。在这些不确定性当中，那一笔每个月准时、足额到账的美元退休金，就是你生活中最大的稳定因素。它意味着你在经济上可以保持独立，不需要事事向国内的子女求助，意味着当你需要更好的医疗服务时，你有能力自己负担，意味着你可以有底气去追求自己的爱好，偶尔出去旅游，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这是你年轻时用汗水、用岁月、用努力换来的权益，是你应得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者因为觉得自己英语不好，搞不懂这些程序，就放弃了对这些关键细节的把控。按照我们今天说的，一步一步来，把银行账户和收款方式设置妥当，把离境声明和地址更新做好，把生存证明这件事牢牢记在心上，再把那些不必要的保险费用理清楚。这几步走稳了，办扎实了，你的退休生活才能真正的安稳、自在、无忧无虑。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是信息差造成的。你今天花10几20分钟听健康之行把这些事情捋清楚，可能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为你避免了无数的麻烦和焦虑，省下了不少开支。这难道不是对你晚年生活最划算的一笔投资吗？我真心的希望每一位在海外的华人同胞，无论最终选择在哪里度过自己的退休生活，都能过得安心、舒适、从容。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正计划着退休回国养老的朋友，或者你的父母亲人正面临同样的选择，请一定把今天这期内容分享给他们，这很可能就是他们当前最需要的那份提醒。今天的内容建议大家可以收藏起来，或者有空的时候反复听2遍，把这3个关键点记下来，对照着一项一项去落实。离境前的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越细致，你回国之后的日子才能越轻松、越安心。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关于社安金海外领取、退休规划或者相关政策还有任何具体的问题，非常欢迎你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最后，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健康之行频道，顺手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一个关于你健康与财富的重要提醒了。我是舒美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